所有篡位者面前都摆着同一道题：怎样让非法的事看起来合法？王莽给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答案，不是让人闭嘴，是让天开口。居舍元年，公元6年，王莽以摄皇帝身份代行天子事，朝会面南而坐，百官北面称臣，诏令以他的名义发出，人事由他裁定。除了免冠规格比天子略低一等，他和真正的皇帝在操作层面已经没有区别，但名分还差最后一步，这一步是最难的。从替刘家管事到把刘家的天下变成王家的天下，中间隔的不是一道门槛，而是一条210年的法统。天下人可以接受王莽替刘家当管家，但管家变主人这件事需要一个比政治手腕更大的东西来背书，需要天命。王莽不是第一个利用祥瑞的人，武帝封禅时也征集过各种瑞银，但从没有人像王莽这样把天命的制造变成一项系统工程。居舍年间到初始元年，各地晨报的祥瑞井喷式爆发，白石、石牛、凤凰、甘露，各地祥瑞像提前排练过一样涌向长安。他们的内容各不相同，方向却完全一致，天命要换主人了。但这些都只是铺垫，真正的杀招是铜匮。初始元年，一个叫哀章的人向高祖庙进献了一只铜匮，内有帛书，帛书写道：汉高祖刘邦的天命已到终点，上天命王莽承继大统。哀章甚至在帛书中附了一份新朝大臣名单，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，这是伪造的。汉书写的毫不隐晦，但伪造不影响它的政治功能，因为铜匮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需要的东西，一个不用自己承担责任的理由。群臣需要理由支持改朝换代而不显得是叛臣，天命如此。士人需要理由拥戴王莽而不违背经义，武德忠实；地方官需要理由服从新朝而不担心日后清算。高祖庙中出了天书，很多人未必真的相信，但几乎所有人都需要这场表演，因为表演提供了合法性的外壳，而在这个政治文化中，合法性是最硬的通货。初始元年，公元8年12月，程序启动。群臣数次上书劝进，王莽依立三辞，祥瑞堆满案头，天书已在高庙公示，一切就绪。王莽到高祖庙告祭，接受孺子婴禅让的传国玉玺，改国号为新，改元始建国，西汉王。整个过程没有流血，没有攻城，没有军队调动，有的只是一整套精心排演的仪式：祥瑞、天书、劝进、三辞、三让、告庙、受洗。后世管这件事叫篡，但篡这个字会遮蔽一些东西，它暗示了一个清晰的善恶结构：刘氏正统，王莽窃贼。而在公元8年的长安，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理解的。对世人来说，汉代儒学有一套武德忠实理论，每个朝代对应一种德运，德运耗尽，天命转移。王莽援引的正是这套话语，他不说我比刘家强，他说刘家的天命到期了，我是天选的下一人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西汉末年的景象确实像是气数将尽，土地兼并不可逆转，流民日增，灾异频发，皇帝一个比一个短命，一个比一个无嗣。如果天命真的存在，他看起来确实不在刘家这边了。对官僚系统来说，账更简单。王莽已经实控中书8年，军政财人事全在手中，配合禅让保住官位，抵抗禅让前途未卜。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或欢呼，这不是所有人都心悦诚服，而是反对王莽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合法的反对语言。天命、经义、德行、程序，他把所有高地都占了。始建国元年正月，新天子王莽颁布了第一批政令。篡位者通常先要稳住现实，王莽相反，他一登基就开始修改现实。他做的事暴露了他真正的面目，不是阴谋家，是理想主义者。一个纯粹的野心家拿到皇位后，应该做的事很简单：稳住局面，笼络旧臣，巩固权力。王莽没有，他立刻着手重建整个帝国。第一刀砍向土地和人口，王田令，全国土地收归国有，改称王田。禁止私人买卖，已被兼并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。私属令，奴婢改称私属，禁止买卖人口。这是董仲舒和士丹喊了100年没做到的事，王莽要一步到位。第二刀砍向经济命脉，五军六管在长安及5大都市设5军官，管控物价，盐、铁、酒、铸钱，山泽之力收归国有，6条经济命脉全部国营化。第三刀砍向符号世界，货币废5铢钱，推行新币，前后改了4次，面值多达20余种，郡国、官职、地名大规模变更。匈奴单于被改称降奴伏于，高句丽改为下句丽。他不是只想改制度，他连世界的名字都想重写。每一项改革都指向同一个逻辑，回到经书描述的3代理想社会：井田制、王道、古制、
他不是在修补旧机器，是在图纸上重画一台新的。图纸来自2000年前的经典。王莽看到的病灶全部是对的，土地兼并，对；奴婢泛滥，对；豪强垄断，对；贫富分化，对。他给每一个病灶都开了药方，但他的错误不是看错问题，而是把看见问题误当成了有能力解决问题。正确的诊断不等于有效的治疗。王铁令颁布之后，谁来执行？基层官吏，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。上期讲过的那句话在这里再次生效：改革者需要刀，刀柄握在被改革者手里。王莽把命令写到了纸上，豪强把执行卡在了田埂上。3年之后，王田令悄然熄灭，不是正式撤回，是推不动了。禁令存在的那3年里，唯一的效果是让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因不慎违令而获罪，真正的兼并大户反而安然无恙，改革刀口向下，一如既往。货币改制更是灾难，五铢钱流通100多年，信用稳固。王莽废旧铸新，新币体系极其复杂，大钱、小钱、刀币、布币，老百姓算不清楚，商人拒绝接受，市场交易近乎瘫痪，民间继续使用五铢钱。王莽下令私用者治罪，结果不是消灭了旧币，而是把所有正常交易都变成了违法行为。一夜之间，整个帝国的经济活动被迫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反复穿梭，官府抓不胜抓，百姓怨声载道。改名最为荒诞，几十个郡国反复更名，有的3年内改了5次。地方公文系统陷入混乱，上报的文书连中枢自己都要对着表才能看懂。改名不产生一粒粮食，却消耗了大量行政资源。而当基层官吏把精力花在对照新旧地名表上时，真正要命的是赈灾、治安、水利，没有人在管。每一项改革单独看都有经典依据，但所有改革同时砸向一个已经虚弱的帝国，效果就是系统性休克。王莽的悲剧不在于他是骗子，恰恰相反，在于他太真诚了。他真的相信经书里的制度可以照搬到现实，他真的以为只要方案足够完美，执行会自动跟上。一个理想主义者拿到了最高权力，然后把理想原封不动地砸向了现实。现实没有被改造，现实碎了。当土地没有分回来，货币又不能顺畅交易，灾荒和流民就不再是地方问题，而会迅速变成军事问题。天凤年间，各地民变风起，最大的2支力量逐渐成型，一支聚集在南阳鹿林山区，后来被称为鹿林军；另一支起于山东，以赤色图眉为标记，称赤眉军。起初都是饥民求活的武装集团，但规模越滚越大，到帝皇年间已经是改朝换代级别的军事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地方豪强也不再只是消极抵制，他们开始公开割据，自建武装，有些直接加入了反莽阵营。这些人不是被压迫者的反抗，他们恰恰是王田令试图打击的对象。改革没有削弱他们，反而逼他们从隐性的不合作变成了公开的武装对抗。王莽不是没有应对，他征调大军，试图镇压，但他仍然习惯用礼制和古名包装军事行动，仿佛只要名号和制度合乎经典，现实就会跟着归位。结果可想而知。帝皇4年，公元23年，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为帝，视为更始帝。同年，王莽倾举国之力拼凑出40余万大军南下，号称100万，这是新朝最后的赌注。而终结这场赌局的地方叫昆阳，指挥那场决定性胜利的是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宗室，手中兵力不过万余，他叫刘秀。昆阳一战，新朝主力尽丧，军事屏障消失之后，长安门户洞开。10月，长安城破，王莽退至未央宫建台，身边只剩数十人。乱军涌上，商人杜吴杀了王莽，他的尸体被肢解，头颅送往更始帝营中。汉书载，长安百姓共提击之，或切食其舌。那条曾说出无数经义、感动过无数世人的舌头，从新朝建立到生死族灭15年。210年的西汉，用7代人走到悬崖边上，土地一块一块被吃掉，税基一层一层被掏空，皇权一代一代被让出，每一步都有当事人自己的道理，每一步都合乎当时的逻辑。没有人能站在链条的某一个环节上说，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坏的，它从每个地方同时开始坏。而当所有人都意识到大厦撑不住的时候，走出来的不是一个修补匠，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他没有加固旧结构，他推倒重建。图纸来自古书，地基是活人，图纸和地基之间的距离就是15年。王莽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，但帝国的故事没有。废墟里，一个真正的重建者正在出现，他做对了王莽做错的几乎每一件事，不信古制，信现实，不求完美方案，求可执行的妥协，不做圣人，做皇帝。他叫刘秀。